床上久睡不晒，螨虫成堆。教你一招，不用洗，不用晒，轻松除螨虫。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味。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螨虫，每粒尘埃就有1万只螨虫在其中生存。经过英国一项研究表明，有超过 30% 的人会在室内出现过敏现象，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尘螨和敏菌过敏，大多表现为打喷嚏、流鼻涕以及皮肤过敏的。也可以想象，家里最脏的地方其实是卧室嘛。如果你不经常除尘，在你的床上就会生存着超过2000多万只螨虫。床单久睡不晒，螨虫成堆。很多人认为我的被子、床单、睡衣看着都挺干净的，没你说的那么脏吧？其实看不见并不等于不存在，螨虫小到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够看得清楚。尘螨的生长环境非常特定，它们偏爱温暖潮湿的环境，尤其是在温度介于20度到30摄氏度之间，湿度达到 70% 到 80% 的条件下最为活跃。这些条件常见于我们的床上用品、被褥、沙发和地毯等地方，这些都是它们的营地。而你身上分泌的油脂、汗水以及皮屑等等，都是它们的粮食。这些有机物质呢，为尘螨提供了充足的营养，使它们能够在室内环境中迅速繁殖。螨虫不是细菌，而是一种寄生虫，它们寄生在毛孔里，繁殖到一定数量后呢，就会撕咬皮肤，破坏正常细胞的生长。卵虫尸体、分泌物等也会阻塞毛孔，使体内的汗液、毒素和油脂等脏东西不能排出，后背的痘痘、小疙瘩呢，也就跟着冒出来了。当然，如果你发现床上可能有螨虫，不必惊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去螨虫的土方法非常的有效果，分分钟就可以把螨虫给灭掉。我们用到的工具呢也很简单，不需要花费大几百去购买除螨仪，只需要几块钱的花椒粒呢就够了。本草新编中曾记载，花椒树下无虫蚁，川地潮湿闷热，多有小虫细菌滋生，放上几粒花椒，可细菌不侵。螨虫和蚂蚁一样都害怕花椒，所以我们只要将家里的花椒撒在床垫底下，或者是放在被子夹层呢，就能够减少螨虫滋生。相信大家对于花椒呢都不陌生，甚至很熟悉了。每天做饭、做菜、炖肉呢都会用到花椒，但是大家对于花椒的认知呢也仅限如此。其实花椒呢是可以有效的除螨虫的。下面呢是使用花椒粉去除螨虫的方法。我们可以将花椒呢撒在床单下面，将花椒放入被螨虫侵害的衣物、被褥、毛绒玩具等物品中，密封24小时左右。如果是孩子的小玩偶，可以将其和花椒呢一同放在密封的塑料袋或箱子中。24小时以后，我们再取出花椒粒，用吸尘器或者是拍打等方式将花椒残留物清除干净，将物品晾晒或置于通风处直到完全干燥。花椒是花椒属植物青椒的果皮，具有特殊的香味，其含有异螨素等物质，能够造成螨虫体内核苷酸链断裂，对于螨虫呢能够起到一定的杀伤效果。螨虫经常寄生在床单、被罩等环境中，肉眼不可见，可导致皮肤出现瘙痒、油脂分泌过多等症状。螨虫引发过敏反应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它们产生的粪便中含有一种称为螨虫过敏原的蛋白质，当这种蛋白质接触到人体，特别是皮肤和呼吸道黏膜时，会引发过敏反应。其次，螨虫在繁殖的过程中会释放出一种称为螨聚糖的物质，人体对此也容易产生过敏反应。此外，螨虫死亡后的尸体和残骸会产生一种称为螨虫降解物的物质，同样呢会引发过敏反应。最后，螨虫的粪便和尸体中
还会存在一些微生物，如霉菌和细菌。这些微生物呢，也是引发过敏的关键因素之一。去除螨虫也有利于减少皮肤疾病。需要注意的是，花椒呢虽然能够有效的去除螨虫，但使用时也需要注意，花椒粉呢可能会对物品造成损坏，如容易褪色的衣物、皮革制品等，使用前呢需要注意。不喜欢花椒粒味道的朋友呢，除了可以使用花椒粒除螨之外，这里再教你一个方法：硫磺皂除螨。硫磺皂本身呢含有硫磺的成分，可以用来对付螨虫。我们可以使用硫磺皂洗脸、洗澡、清洗毛巾、清洗衣物等等。衣服、毛巾上面呢会有成千上万只螨虫，大量繁殖。用硫磺皂清洗之后，放在阳光底下暴晒，能够有效去除，减少螨虫。如果前胸后背长痘痘，多半是螨虫作祟，可以使用硫磺皂清洗，打出丰富泡沫，涂抹在有痘痘的地方。坚持使用1个星期之后，痘痘就会消失。如果脸上有痘痘，多半也是螨虫所导致。都可以使用硫磺皂洗脸，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能频繁，感觉到皮肤干燥就要停止，因为硫磺皂呢可以抑制油脂分泌，减少痘痘生长，去除螨虫也会使皮肤干燥。建议1个礼拜3次即可。在日常生活当中，螨虫是无处不在的，它可能隐藏在床单、被罩、枕头、地毯，虽然有肉眼看不到的螨虫，但是螨虫对人体的伤害呢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床单、被罩是螨虫的重灾区。螨虫以人体代谢下来的皮屑、角质为食，大量繁殖，繁殖速度惊人。螨虫呢会导致皮肤过敏、泛红、瘙痒，甚至还会破坏皮肤的免疫屏障，使皮肤泛油光、毛孔粗大、长痘痘等。生活用品表面看着干净，但实际上可能滋生大量的螨虫，一定要经常清洗。比如毛巾，毛巾尽量3个月更换1次，每天清洗干净之后，放在阳光底下暴晒。床单呢要20天清洗更换1次。螨虫的繁殖量高峰期是20天，如果皮肤出汗出油，建议8天就应该更换1次。除了床铺，在卧室中，螨虫最爱光顾的地方还有哪些？枕头，枕头内呢大量尘螨致病菌强腻，主要是通过我们睡觉的时候进入呼吸道，可能引起过敏反应。耐人寻味的是，有科学家曾研究发现，几十年没清洗过的枕头，其1/3的重量均来自于尘螨的粪便与肢体。空调藏污纳垢的重灾区。有调查节目透露，空调内部的空调散热片细菌总数超标，以霉菌为主，数量超标最高达1000倍以上。这类空调吹出来的风呢是有害的，它携带病菌进入人体呼吸道，而后引发感冒、肺炎等呼吸道系统疾病。很多小朋友呢都被螨虫咬过，大多数都是脸部、背部和腿部。让我们家里平时要注意清洁和保持干净。床单、被罩、枕头、沙发垫、小孩的毛绒玩具以及阴暗潮湿的地方都是螨虫光顾的区域，所以一定要预防。小小的螨虫对人体危害特别大，钻进毛囊里，让你的头皮发痒，莫名其妙脱发；钻进毛孔，造成皮肤瘙痒，毛孔变粗大，黑头痘痘此起彼伏。除了以上的措施，我们还可以注意日常的个人卫生，保持身体清洁，是减少螨虫滋生的一个重要一环。勤洗手、勤洗澡和勤换洗衣物，能够有效减少螨虫的滋生。螨虫最喜欢潮湿、高温，以及有棉麻之物或有尘土的环境。消灭螨虫的最佳武器就是干燥和通风。平时呢，一定要经常打开门窗，保持室内通风和光照。还要注意室内的卫生，家里的空气质量呢也需要关注。有条件的可以使用像空气净化器来过滤空气中的螨虫以及粪便的残留物，提高室内空气的质量。同时也要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通畅，避免潮湿。
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孩子个人卫生养成习惯了，教育孩子要勤洗手，保持身体的清洁，并在夏天炎热的时候呢，经常洗澡。洗澡后呢，一定要用干净的毛巾擦干身体，特别是脚趾尖等易滋生螨虫的部位。好了，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那里有更好的建议，欢迎评论区留言，随心进行分享。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语文方面，语气方面，期待和您再度相逢，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我是瑶瑶，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了。